面对被邪毒侵染且身受重伤的美艳师尊，摆在你面前的有2个选择：第一选择是视为师尊解毒，做一个冲师逆徒；第2个选择是以不变应万变，假装不知道。可你却是一条都不选，因为你觉醒了一个模拟系统。前2次模拟里，你分别试了这2个选项，结果毫无例外。等师尊清醒过来，一剑封喉死得干干净净。于是第3次模拟开始时，你做了一个违背常理的决定，推门而入，依旧是那副熟悉的香艳场面，只不过这回你没有愣在原地，而是大步朝床榻冲去。苏清霜被你的举动吓了一跳，但你直接扑通一声跪在了床边。师尊，你怎么样？伤势严不严重？元儿，为师被幽冥宗的人暗算，身受重伤，还中了邪毒，若不与人合欢，恐有性命之忧。你目光一滞，装出一脸茫然。邪毒就是那种催生情欲，一旦发作不省男女之事，就会危及性命的毒药吗？话还没说完，苏清霜就像第1次模拟那样，主动勾住了你的脖子。你没有急着扑上去，反而嘀咕道：“我记得五师兄不久前炼制了一枚可以解这类邪毒的丹药，好像叫什么清脉丹。”你把五师兄赵元朗手上有解毒丹的消息提前灌输给了苏清霜，鼓励他再坚持坚持。如果明天师兄师姐们没能赶回来，再想别的法子。翌日清晨，大师姐等人悉数归来，你站在红霞桥外，远远瞧见了五师兄赵元朗的身影，急忙朝他招手，开口便索要清脉解毒丹。出于同门之间的信任和对师尊的担忧，赵元朗没有多想，直接将丹药掏出来递给了你。师弟，师尊他怎么样？是中了内毒吗？哎呀，师兄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你用笑容掩饰着尴尬，转身把丹药亲手送到了苏清霜手上。1个时辰后，苏清霜在栖霞殿召集众弟子议事，一切都在你的预料之中，流程和之前模拟的一模一样。等所有人都表完忠心，苏清霜这次没有将目光对准你，而是缓缓看向了五师兄。敏儿，听说那枚清脉解毒丹是你亲手炼制的？赵元朗还沾沾自喜，得意道：“弟子闲暇之余炼制的丹药，没想到能替师尊解毒，弟子不敢奢望什么。”话音刚落，苏清霜冷笑连连，长剑骤然斩出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赵元朗捂着脖子，满脸不可置信，唯独你这个罪魁祸首心知肚明。那枚解毒丹其实是赵元朗几个月前就炼好的，只是你昨晚刻意告诉苏清霜，说丹药是不久前炼制的。不久这个词很微妙，说长也长，说短也短。本尊身陷困境，中了邪毒，怎么偏偏就你身上有解药？还是不久前炼制的？该死的逆徒！这就是背叛师门的下场。五师兄成了你的替死鬼，但真正的奸细到底是谁，依旧没有查出来。你成功活到了夜晚，但随即你发现一个问题，自己不死的话，模拟就不会结束。第2天一早，你再度前往典籍阁，因为上次模拟获得的碎片提示说这里藏有隐秘，你决定好好挖掘一下。你再次找到了那本隐藏的功勋簿，正打算仔细查探有没有遗漏的细节时，二师姐突然出现在你身后，一掌拍在你肩上。师弟，你在看什么？双寒月的声音冷得像刀刃，在看清你手里拿着的是功勋簿后，他表情骤变，一把扼住你的喉咙，将你整个人提了起来。你果然发现了这里的秘密，看来留你不得了。你脸上浮现出惊惧之色，不管怎么哀求都没能挽回性命，你死了。模拟结束，获得事件碎片：1、二师姐的亲密接触；2、典籍阁的秘密。你猛地喘了口粗气，窒息感笼罩在心头，仿佛刚刚真的经历了一场死亡，到最后居然被二师姐活活掐死。典籍阁盗藏了什么秘密，能逼得他动手杀人灭口？他就不怕师尊发现了惩治他？你揉着脖子，满脸崩溃。我的天，这宗门到底能不能让人待了？不是修仙吗？怎么还给我搞上悬疑了？但通过这3次模拟，你总算是能先过师尊苏清霜抓内鬼那一关了。可惜必须要牺牲五师兄。不过俗话说得好，死道友不死贫道。你看着系统面板上仅剩的2次模拟机会，突然灵光一闪，既然模拟点每天都能免费刷新5次，不用白不用，反正已经确定自己能活到第2天，何不利用这段时间把能攒的事件碎片都收集起来？你把目光瞄向师尊的初夜，舍我其谁2个事件模拟开始。你按照第1次模拟的经验按部就班，很快就来到了亲身解毒的环节。这一回你变着花样来，是要一雪被封喉之仇。虽然解毒成功了，但还是难逃一死。你又重复模拟了1次，结束后觉得自己都有些面黄肌瘦，走路都发虚。可眼下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，于是你迈着虚浮的步伐，犹如老戏骨上身，按部就班的来到师尊寝殿。依旧是熟悉的声音，熟悉的香艳画面，此刻你却真正做到了心如止水。毕竟连着模拟了2回，此时就算佛祖来了，心境都未必比你稳。师尊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大师姐他们马上就会回来，到时候用五师兄的解毒丹，你一定会安然无恙的。
若是明早他们还没回来，徒儿就算是死，也会帮师尊解毒。苏清霜看着你那张因为担心他而憔悴不堪的脸，顿时感动不已。瞧着自己这个徒弟，竟然心里憔悴成了这副模样，眼中没有一丝淫邪杂念。这么心思单纯的弟子，可不多见了。他心中暗暗想到，那个该死的老五竟然提前炼制了清脉解毒丹，到底是何居心？接下来的事情和你之前模拟时一模一样，但由于这一次你一直在暗中观察3位师姐的反应，还真让你发现了模拟中忽略的细节。他们3个人的反应很奇怪，震惊之中透着一股释然，没有一丝对师弟之死的惋惜。要知道，在你来碧落宗之前，五师兄赵元朗已经和大师姐等人相处了足足1年，1年的时间，就算是阿猫阿狗死了，也多少该有点不舍吧。师弟，别看了，把赵元朗拉到后山埋了吧。半刻钟后，你和4师兄周成风一起将尸体掩埋在后山一棵树下。后山那么多空地，为什么要舍近求远，偏偏把尸体埋在这棵树底下？这个疑问你没有问出口，因为已经超出了之前模拟的时间线。你决定等明天在模拟的时候追问。做完这一切，你坐在自己的院落里，认真梳理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。这个修仙世界，貌似和你认知中的修仙世界大不相同。如果说苏清霜要抓奸细，为什么不干脆直接搜魂？元婴期的修士怎么可能不会搜魂？只要把每个人挨个搜一遍，还怕揪不出奸细？可他偏偏没有这么做，仅凭你的3言2语加上自己的怀疑，就直接给人定了罪。其次，典籍阁内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？你只不过是找到一本功勋簿，2师姐的反应就如此剧烈，甚至不惜亲手杀了自己的师弟，这背后绝不是无的放矢。他既然敢杀人，说明就不怕承担后果，也就是说，这背后10有8九是苏清霜授意的。看来碧落宗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，如果不谨慎行事，弄不好活不过几天。哎，对了，我应该有事件碎片攒齐了吧？你突然想到这件事，再度翻出系统面板，在个人信息页面的右下角看到一个碎片标志，意念微动，舍我其谁的待解锁标识正闪烁着。你毫不犹豫选择解锁。叮，恭喜宿主完成事件舍我其谁，你可从以下选项中挑选一项作为奖励：1. 模拟点每2个时辰恢复1点；2. 模拟点上限加2，每日刷新；3. 模拟结束不受任何副作用影响。 3个选项摆在面前，你觉得必须好好斟酌一番。首先可以排除第3项，副作用无非就是模拟结束后脖子的痛感、窒息感或者身体虚弱，这些都可以在现实中慢慢弥补。第1项自带恢复能力，1天最多能白嫖6次，最少也能白嫖3次，加上基础的5点，那就是保底8次模拟机会。模拟次数越多，你接下来才更有底气去探索宗门内的秘密。我选1。你毫不犹豫，模拟点每2个时辰恢复1点的能力到手，附加舍我其谁称号。 时间很快到达子时，模拟点瞬间满格，你再度开始模拟。这次你准备来一波夜袭点及格。模拟开始，你站在屋内思索片刻，还是决定先去看望一下师尊。按照之前的模拟结果，苏清霜应该已经对你放下了戒心。然而令人意外的是，你刚踏入栖霞殿，大师姐沈若晴竟然从殿后走了出来。她显然没料到你会出现，意外道：“师弟，你怎么来了？”哦，就是想看看师尊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。你如实答道。沈若晴脸上浮现出温和的笑容，主动抬手搭在你肩膀上，语气轻松：“难得你这么懂事，竟然还惦记着师尊。听他老人家说，昨天一整天你都在身边照拂着。” 还是多亏了你呀！大师姐的性格不像二师姐那般冰冷，让你觉得颇为安心。宗门里总算还有个正常人，这叫什么话？师尊对我有知遇之恩，若非他收我为徒，我岂能来碧落宗这等仙府之地修的仙法，成为修仙者中的一员？你真诚无比的话术令沈若晴忍不住竖起大拇指。就在这时，你又突然开口：“大师姐，我现在已经突破到炼气3重了，可总觉得进度太慢，应该是功法选的不好。我能不能去典籍阁再找一部新的炼气类功法？”你3师姐之前不就提醒你了？你挑的那部聚气诀都是淘汰过时的法门了。不过你这速度也算不错了，2个月炼气3重，再过半年炼气圆满也未尝不可。沈若晴安慰了你一番，又给你提了个中肯的建议，尝试修炼一下御灵真诀。你再三确认这个时辰能否去典籍阁，他一脸疑惑：“典籍阁不是随便去的吗？”得到肯定答复后，你直奔典籍阁，仔细观察四周，并没有二师姐的身影。想必这回不会再被突然暴杀了吧？典籍阁你来过很多次，功法门类分得很清楚。这次你比较鸡贼，没有直接去翻找功勋簿，而是到其余书架位置翻看。终于在不懈努力下，你在高阶功法区发现了异常，那是一个藏在书架后面的盒子，不仔细找根本发现不了。打开盒子，映入眼帘的是一部竹制书卷，记载着一种独特的修仙法门，和炼丹有关。
通过观察，你发现周围的柜架因为长期没人整理而积满了灰尘，盒子表面却整洁无比，这说明近期有人动过。你笃定这是一部和炼丹相关的功法。宗门里好像除了三师姐和五师兄之外，也没别人修丹道，所以这竹卷到底属于三师姐还是五师兄？就在你思索之际，突然察觉身后一股冷意袭来，扭头一看，心脏骤然紧缩。二师姐双寒月一个贴脸出现在你身后，灼灼目光直直盯着你。师弟，这么晚你来点击阁做什么？他表情冷若冰霜，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打量着你。你连忙解释：我刚刚找过大师姐询问修炼的事，她建议我重修炼气功法，让我来点击阁挑选一部叫玉灵真诀的功法。面对这个理由，双寒月明显一愣，瞥了眼你手中的竹简，嘴角竟然微微上扬。那你手里的东西是什么？不清楚，是在高阶功法的架子后面发现的，是一部炼丹之法，想必是赵元朗师兄之前翻阅过的。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双寒月死死盯着你，你心中顿感不妙，故作镇定。师姐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发现了老五的秘密，对不对？双寒月缓缓逼近，突然上前一步将你提了起来。你瞪大眼睛，窒息感瞬间涌上来，临到最后，你艰难地挤出几个字：操你妈！你被活活掐死了。模拟结束，获得事件碎片：一、二师姐的亲密接触；二、点击阁的秘密。你猛地惊醒，坐在树下大口喘气。这次的窒息感比上一回更加强烈，对身体的影响也更大。缓过气来后，你是真的慌了。这二师姐难道是个疯子吗？一直守在点击阁附近，白天守着，晚上也守着。只要我发现点问题就会被抓，演技已经够高超了，还是会引起怀疑。更何况我去点击阁可是有大师姐做背书的，不对劲，不应该有这么巧的事。二师姐就算肩负看守点击阁的任务，也不可能时时刻刻都盯着。问题出在哪儿？难道是大师姐？你眯起眼睛，心头一凛，不把点击阁的秘密弄清楚，我没办法安心。你决定再试一次，这回你准备耍个心眼子。模拟开始，你抬头看了眼天上的弯月，再度来到栖霞殿，遇到大师姐，说着和上次模拟相同的说辞。在得到沈若晴的建议后，你欣然前往点击阁，只不过这次你没有到处翻找书架，而是一进门就躲进了点击阁最里侧的杂物柜中。一刻钟过去，你蜷缩在柜子里，浑身难受，正怀疑自己是不是想多了的时候，外面突然传来轻微的脚步声，你连忙收敛气息，低着头透过柜门的缝隙看去，二师姐出现了，她四下张望，似乎在寻找什么。就在此时，又一道脚步声响起，随之传来大师姐那温柔的声音，你顿时瞪大了眼睛。大师姐，你不是说陆师弟会来点击阁吗？他并没有来这里。唉，应该是我多心了。就算今晚没过来，想必明早也会出现。老二，你可得盯着点，别让他翻到不该翻的东西。我知道。对了，大师姐，五师弟的事处理了吗？那个恶心的家伙，早就想弄死他了，现在也算死得其所。这种话你我不可多说，师尊听见不团结的言论会不高兴。处理老五的事就交给老三吧。你心脏砰砰直跳，直到说话声和脚步声彻底消失，才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同时你也确定了一件事，大师姐也不是好人，是她向二师姐透露了你会来点击阁的消息。你等了好一会儿，确定没人后才从柜子里钻出来，正要蹑手蹑脚离开时，系统突然提示你死了，模拟结束。你盯着模拟画面，一脸懵，根本不明白自己到底怎么死的，直到看完系统回放才恍然，原来他们两个早就发现你了。见你迟迟不出来，二师姐实在不耐烦，直接一掌把柜子连同你拍成了渣。你盘坐在地上，闭目沉思，将这一步步走来的细节反复推敲，大致总结出以下几点：一、碧落宗有可能并非想象中的名门正派，或者说这个世界的修仙者都不太正常。二、师尊苏清霜是个极度偏激的人，明明是抓内鬼，却不分青红皂白凭主观杀人。三、通过大师姐和二师姐的对话不难看出，二师姐就是充当点击阁守门人的角色，而五师兄赵元朗的死恐怕另有蹊跷。二师姐极其厌恶他，说他该死，连大师姐都没有反驳，这说明五师兄也并非无辜之人。四、这个宗门内没有可以信任的人，无论和谁相处，都随时可能因为某些意外而被杀。如果说点击阁这条路暂时走不通，不妨把目光放在其他人身上。大师姐和二师姐交谈时提到处理五师兄这件事，可问题是五师兄已经死了，尸体还是你和四师兄一起埋的，还能怎么处理？难道要把尸体挖出来鞭尸？也不至于吧，死人能有什么用？你摸着下巴回忆埋尸时的细节，唯一让人摸
摸不着头脑的。是四师兄周成风指名道姓要求把尸体抬到一棵特定的树下埋起来，周围明明有很多树，为什么不挑近的偏挑远的？这里面绝对有问题。你看着仅剩的3次模拟机会，没有犹豫，继续开始模拟。夜风微凛，你小心翼翼地离开院落。根据上次模拟获得的信息，3师姐柳如烟会在不久后来到后山处理5师兄的尸体，于是你悄无声息地躲到暗处一面斜坡后，用杂草盖住脑袋，只露出一双眼睛紧盯前方。3师姐是筑基中期的修士，只要不刻意探查四周，你相信她发现不了你。大概半刻钟后，远处终于有了动静，你怀着紧张的心情注视着前方，只见身穿素裙的柳如烟径直朝着埋葬5师兄的那棵树走去，她一脸不耐烦的样子，手里捧着一个罐子，嘴里念念有词，看口型似乎在吐槽大师姐他们，但距离太远，你根本听不清。然而接下来的一幕让你瞬间惊掉了下巴，连呼吸都停滞了。只见柳如烟刨开土坑后，手中持刀朝着尸体砍了几下，下一秒她竟然直接取出了一枚血淋淋的心脏。最关键的是，那枚心脏是黑色的，而且还在不断跳动。你眼睁睁看着柳如烟将心脏装进罐子里，临走前她随手一挥，土壤重新堆进坑中，便转身离去。过了好一会，在确认她彻底走远后，你才从暗处缓缓走出。你重新扒开埋葬5师兄的坑，空洞洞的胸腔里，心脏部位不断有血肉组织渗出。我操，难道是克系修仙世界？这不应该啊！你站在原地，只觉得头皮发麻，又把坑重新填上，目光盯着面前的坟堆，心情极为复杂。你心中犹豫着要不要直接跑路，可凭自己这细胳膊细腿，怕是没走几里地就会被发现。头顶突然落下一片树叶，你摇了摇脑袋，目光忽然一凝，你惊疑不定地打量着面前这棵树，又转头看了看四周的树木，突然察觉到哪里不对劲，周围的树全都长势茂盛，枝繁叶密，唯独面前这棵埋葬5师兄的树长势平平，好像缺水缺营养似的。你心中萌生出一个可怕的念头，同样的土地，同样的环境，同样的后山，为什么别的树木枝叶正盛，偏偏就这一棵不行？你咽了咽口水，怀着忐忑的心情走到最近的一棵树旁，比照着埋葬5师兄的位置，徒手往下挖去。挖着挖着，你有些汗流浃背了，因为你清清楚楚地摸到了人骨。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，你又跑到其余几棵树下挖呀挖呀挖，事实和你预料的一模一样，每棵树下都埋葬着一个人。你又猛然想起在典籍阁发现的那本功勋簿，上面记录了许多师兄的名字，但你从未见过他们的任何踪迹。这里足足有34棵树，也就是说，埋在下面的极有可能就是那些消失的师兄。你觉得自己窥探到了宗门冰山中的一角，就在你沿着长廊准备返回时，没想到迎面撞上了手提黑罐子的3师姐，你被吓了一跳，顿时冷汗直冒。柳如烟发现了你的异常，眉头微皱。师弟，大半夜不在房舍好好修炼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没什么师姐，我就是有点无聊，想透透气。你装作不知情的样子，故意把话题岔开。师姐，你手里这是什么？你赌柳如烟会直接打马虎眼糊弄过去，不曾想她竟然笑盈盈地将黑罐子递了过来。你强压心中的惊愕，下意识向后退了一步，柳如烟却歪着脑袋走上前来，上下打量着你。师弟，你不乖哦，看你身上沾的土，衣服都被血染红了，想必是去后山陵园看望5师兄了吧？你转身就跑，却在柳如烟的娇笑声中被一把拖进了炼丹房。陆师弟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觊觎你的心脏已经很久了，可这2个月来，你对我们如此恭敬，一点错都不犯。苦苦哀求反而成了他的兴奋剂，你的心脏被生生挖了出来。意识弥留之际，你看到了自己那颗鲜红的还带着炙热温度的心脏，以及柳如烟脸上骤然浮现的惊愕与不解。模拟结束，获得事件碎片：1. 消失的师兄；2. 病娇3师姐的救赎。你捂着隐隐发痛的胸口，看着系统面板上的字，忍不住咬牙切齿。狗系统，你跟我说这叫救赎？谁家救赎？是挖心脏啊！你的目光沉了下来，胸口仍残留着刺痛感。模拟带来的负面影响着实不好受，今晚只能就此止步了。明早遇到事再模拟。你躺在院中的躺椅上，闭上眼睛，开始做最后的总结。弥留之际，3师姐看到我的心脏，似乎非常震惊。她应该以为我的心脏也是黑色的，但没想到竟然是红色的。所以事件碎片里的救赎，意思就是让她意识到自己杀错了人。黑色的心脏，怎么看都不像是好人吧？没错，在师姐们眼中，5师兄赵元朗就不是个好人，所以他的心脏才是黑色的。那如果我能证明自己是好人呢？你脑海中这念头刚浮现就被否决了，因为这种事如果靠一张嘴就被说清，你也不至于连一点解释的机会都没有。或许在他们眼中，你就不是个好东西，这是一种偏见，又或者说是刻板印象。
可如果以好坏来区分的话，问题又来了，那些消失的师兄算怎么回事？足足30来人，难道个个都是坏人，个个都十恶不赦？实在是想不通。你收敛起纷杂的思绪，开始专心吐纳灵气。一夜无话，辰时的剑鸣破空声将你惊醒。四师兄周成风在隔壁练剑，这大清早才开始练剑，有点迟了。你小声嘀咕着，小心翼翼地走到隔壁。周成风手中长剑翻飞，在院中舞得风起云涌，一道剑气突然劈在你脚边，他这才收手，抬眸看向你，笑道：“师弟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师兄动静太大，打扰你进修了？”出于谨慎，你选择先开始模拟。面对师兄的疑问，你主动解释：“没有，就是过来瞧瞧。对了，师兄，昨晚我在院内进修了一整夜，怎么不见你练剑？搞得我都有点不适应了。”周成风笑了几声，随即叹了口气：“心事繁重，老五竟然是幽冥宗的奸细，便没有练剑，只在房中闭气修炼。我也没想到五师兄竟然是这种人，平时看他挺好一人的。”你装模作样叹了口气，表示非常惋惜，随即又试探道：“周师兄，三师姐说我在典籍阁挑选的功法不太好，我想去重新选一部炼气法诀，你能帮师弟找找吗？”提到典籍阁，周成风脸上明显一变，语气都变得支支吾吾起来，摆了摆手：“嗨，找功法而已，这事儿你请教大师姐他们不就行了？我现在都没有筑基呢，比你又强不了多少。”你读出了周成风脸上一闪而过的畏惧，他似乎知道些什么，不敢随你前去，于是你又试探道：“师兄，上回我私下去找了，但功法分类太多，我也分不清好坏。不过当时我倒是发现了一个功勋簿。”话音刚落，周成风猛地上前一步，捂住了你的嘴，面带惊恐：“住嘴！师兄怎么了？不就是一个功勋簿吗？不过我有点好奇，上面怎么那么多没听过的名字？你认得他们吗？”你挣脱开来，又吐出一句，这下周成风是真被吓坏了。嘘，师弟，你给我小点声，不然会害死我的。他又一次捂住你的嘴巴，示意你不要说话，然后压低声音警告你：“不要胡乱想功勋簿的事，不要和任何人讲，否则就是死路一条。”你心中非常震惊，没想到周成风竟然会是这种反应。随即你脸色一沉，冷冷道：“师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不必瞒我，我知道的比你想的多。我不仅知道咱们落霞峰曾经有很多弟子，而且还知道他们全都被埋在了后山陵园的树下。”周成风神色复杂地看着你，微微摇头：“没用的，你再怎么挣扎都是徒劳无功。知道真相并非一件好事，指不定下一个死的就是你，或者我。”为什么？你满脸疑惑。周成风看着你的表情，不解道：“你是真不懂，还是装不懂？”我真的不懂，咱们拜入宗门修仙，为何就一定会死呢？面对你的疑问，周成风直接笑了，摇头道：“我现在明白了，你是真的从与世隔绝的山村里走出来的。9天大陆中的第9天阙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。这里的女修对男人充满敌意，像你我这等底层修士，进入这种女修的地盘，就是他们手中的玩物罢了。”你消化了周成风的话，这里是一个男修与女修对立的世界，但又不是绝对的女尊世界。周成风承认自己早就发现了功勋簿，只是一直隐忍不敢说，生怕触怒师尊等人。说完这些后，他拍了拍你的肩膀，随便找了个借口便离开了。你也只好回到自己的院内。然而没过多久，苏清霜带着几位师姐全部出现在了你的院子里，个个虎视眈眈。只见周成风用手指着你，凑到苏清霜耳边说了几句什么。苏清霜冷笑道：“原来你才是真正的奸细，竟然差点被你骗了。”随后模拟结束，你瞪大了眼睛，在心中破口大骂：“师弟，你怎么了？”周成风看着你愣在原地，有些疑惑，你的目光骤然冷了下来，淡淡道：“没事儿，师兄，我就是随便转转，不打扰你继续练剑了。”回到院子的你，脸色阴沉到了极点。你本以为找到了一个同病相怜的人，却没想到周成风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最后一定是他跑去向师尊告了密，这才害死了你。可他诬陷害死我的理由是什么呢？你摸着下巴，换出系统页面，上面还显示着最终的结算画面。看到典籍阁的秘密竟然补全了，你心中顿时一喜，连忙进入碎片页面解锁。叮，恭喜宿主完成事件典籍阁的秘密，你可从以下选项中挑选一项作为奖励。模拟过程中修炼速度提升2倍，修为可得到50%反馈。2、模拟过程中保持更清醒的认知，洞察力有所提升。3、单次模拟上限提升2，且可以随时结束模拟，不必触发死亡，
才能结束。你看着这3个选项，若有所思，3选1，肯定得挑当前最需要的。首先可以排除选项1，怎么着？难道你在模拟中从炼气2重突破到3重，回到现实中只能反馈炼气2重半？至于第2个选项，你其实很想选，但身体有些不允许。上回模拟的副作用还没消退，如果再这么持续高强度模拟下去，你真的要废了。我选3，能力附加点及格的秘密。完成选择后，你再度开启模拟。你决定先在模拟过程中对已知信息进行一次系统性整理。模拟开始，你开始对上一次的模拟做总结和分析。第一，周成风不仅知道点及格的秘密，还知道众多师兄死亡的真相，但师尊并没有杀掉他。第二，周成风在知道你发现秘密之后，最开始是不想杀你的，他后来去告密，很有可能是为了自保。第三，自保的原因很简单，就如他自己所说，想要活命就得讨师尊他们的欢心，所以周成风栽赃你是奸细，不过是他讨好师尊的手段罢了。也就是说，周成风在宗门中一直扮演着听话弟子的形象，正因为太听话了，所以才得到了师尊他们的信任，因此苏清霜才会不分青红皂白的听信他的话，直接将你斩杀。你心中的这个猜测也有些摸不准，不过很快便想出了验证的办法，试探苏清霜对周成风的信任度。于是你马不停蹄地来到了栖霞殿，师尊苏清霜正在与大师姐谈话，见到你到来后便收了话头。远儿，找为师有事吗？苏清霜表情淡漠道。你恭敬行礼，开口说道：师尊好，大师姐好，弟子前来其实是有些话想说。关于五师兄赵元朗一事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讲。听到你主动提起赵元朗，苏清霜目光明显阴沉了不少，连大师姐脸上都没了笑容。那你说说看，你觉得赵元朗怎么了？你故作犹豫，说出准备好的措辞。赵元朗师兄是个很厉害的炼丹师，和三师姐的炼丹技艺不相上下。我觉得师尊您外出游历之前，赵元朗师兄虽然提前备好了解毒丹，但未必就一定是奸细。就算他是奸细，宗门内会不会还有其他人呢？就这样，在你一番精心准备的说辞下，苏清霜同意了你提出的试探方案。其实在这次谈话中，你还给苏清霜灌输了另一个思想，你没有害他的理由，甚至说若你想害他，完全可以在师兄师姐们没回来的时候就动手。和苏清霜商定好具体细节后，你便马不停蹄地找到了正在勤奋练剑的周成风。他对你的到来很是意外，不解道：师弟，有什么事吗？你一脸平静地看着他。师兄别装了，点及格的秘密我都知道。你的话令他大吃一惊，匆忙之下，他还是像上次模拟那样捂住了你的嘴巴，你却一把推开了他，冷冷道：师兄，你什么都知道，为何不肯告诉我？面对你的质问，他的说辞还是和上次一样。同时周成风也警告你，绝不能让师尊他们知道。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你突然叫住了他。师兄，你现在必须回答我几个问题，不然咱们俩就一起去死！你直接出言威胁，令周成风错愕不已。你没搭理他的反应，直言道：第一个问题，五师兄赵元朗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而死？你我都很清楚，他不可能是幽冥宗的奸细，师尊为何要不分青红皂白的杀人？面对你的追问，周成风愣在原地许久，最后淡淡道：师弟，师尊到底是抓奸细，还是单纯想杀人？你自己心里清楚不就行了？听到这话，你心中有些惊讶，但联想到之前的模拟过程，好像确实如此。同时，你又从周成风那里了解到，二师姐因为小时候的经历非常讨厌男人，而赵元朗竟然喜欢她。周成风回答完这个问题后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院子。你心里清楚，他是去找师尊告密了。不多时，师尊和大师姐等人果然来到了你的院落。周成风和上次一样，凑到苏清霜耳边低语了几句，而苏清霜脸色突变，拔剑出鞘。然而这一次，剑锋指向的不是你，而是周成风。苏清霜非常高兴，你帮他试探出了一个心腹大患，于是奖励了你一次前往天书峰玄灵池洗涤血脉的机会。2天后，你在大师姐的带领下来到了天书峰，牢记完沈若晴的叮嘱后，你走进了玄灵池。那是一潭浑浊到发黑的池子，里面充满了黏糊糊的液体，你一步步走了进去，瞬间被吞没，肌肤宛若被万根针同时扎入般的刺痛。但你不相信师尊会害你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你的身体得到了极大的蜕变。就在你准备起身离开时，大门被人从外面推开，一个身材高大凶猛的男子出现在你面前，满脸震惊：先天真阳体。你心里正纳闷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男人，下一秒便被隔空举起，当场被抽干了本源，意识模糊的极快，快到你甚至来不及终止模拟。但就在一切破碎之际，你死了。模拟结束，你猛地睁开眼睛，下一秒身体一软，直接跌倒在地。尼玛！合着最后是觉醒了个特殊体质，然后就被一个男人活活抽死了。不对啊，碧落宗不是女尊为上的宗门吗？怎么会有个地位看上去很高的男人？你愣在原地，有些不知所措，只好先看看结算页面有什么。
了，获得事件碎片。1. 变态宗主的黑手。2. 师尊的信任。3. 我是圣体还是仙体？你没想到这次的事件碎片充满了各种信息暗示，那个最后杀死你的人竟然是宗主。宗主是个男人，女尊为上的宗门。你告诉我宗主是个男修，不过好处也有，师尊的信任这个碎片就说明苏清霜已经开始信任你了。无论周成风到底是不是奸细，但他终归是心虚了，撒谎栽赃了你，这在苏清霜眼里就是不听话的表现。而你再怎么说都是帮师尊试探出了一个不听话的弟子，于是变相博得了好感。不过这个我是圣体还是仙体是什么玩意儿？听那宗主的话，我觉醒的分明是先天真阳体啊！你陷入短暂的沉思，现在已经到了触发死亡结局的关口，你必须做好准备，想办法从宗主手中活下来。很明显，模拟的最后苏清霜是赶来救你的，只不过晚了一步，也就是说你只需要让师尊提前赶到就能保住自己。可时间不等人，你强忍身体的不适，再度开启模拟。你按照上一次模拟的轨迹一步步推进，最终在准备前往天书峰玄灵池之前，特意先去拜会了师尊。远儿，今天不是让你去玄灵池洗涤血脉吗？怎么跑为师这儿来了？师尊，弟子心中隐隐有些不安。之前就听说过天书峰的弟子和咱们落霞峰之间不太和睦，徒儿怕到了那里，要是觉醒个特殊血脉被人针对怎么办？听到你的话，苏清霜脸色顿时阴沉下来，冷冷道：他们敢，我的弟子岂容他们欺负？这样吧，为师亲自陪你去逛逛。你心中大为窃喜，果然被你猜中了。通过之前天书峰弟子的表情变化，你早就猜到两峰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，要不然那些人也不至于一见到你们就拉下脸。于是在大师姐和师尊的陪同下，你们一行人来到了天书峰。而这一回，那些弟子见到苏清霜，吓得全跑开了。远儿，你进去吧，有为师守着，我看谁敢对你不利。得到师尊的担保，你欣然走入密阁，踏进了玄灵池。刺骨的疼痛再次袭来，不过这回你很快便适应了。忽然间，一股红光冲天而起，苏清霜和沈若晴大为震惊，推门而入看向你。只见3道龙阳真火盘旋环绕在你周身，师尊更是脱口而出：先天龙阳圣体。你感到十分纳闷，自己上次觉醒的体质不是这个，怎么这回变成了圣体？难道说是晋级了？就在此时，那个男人出现了，他一眼就看到了你。苏清霜挡在你前面，冷冷道：宗主，这是我的弟子。男人直接开口，语气不容置疑：龙阳圣体乃大补之物，这正是本尊所需的养料。苏清霜，你难道要和本尊争？苏清霜依旧不肯松口，男人却突然轻笑道：不过一个徒儿而已，作为交换，我把那枚噬魂丹给你，你现在很需要它，不是吗？你听到两人开始做交易，心中万分纳闷，噬魂丹那是个什么玩意？光听名字就不像是个好东西。然而令你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苏清霜竟然退步了。你意识到情况不妙，在被隔空举起的瞬间，果断结束了模拟。模拟结束，获得事件碎片：1. 变态宗主的黑手； 2. 师尊的信任； 3. 我是圣体还是仙体？看着事件碎片，你陷入了沉思。按照这条模拟路线走下去，变态宗主注定要抽干你的血脉，而苏清霜因为噬魂丹的诱惑不得不妥协，也就是说他身上一定出了某种问题，不得不依赖这种丹药来控制。那这种丹药会不会跟三师姐挖人心脏的事有关呢？毕竟按照小说里的套路，这种事情往往都伴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，而宗主这段剧情是无可避免的。你想要觉醒体质，就必须触发相关事件，因此活下去的关键还是得指望苏清霜弄清楚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或许这才是破局之法，直接去问大师姐他们的话，极有可能被当场弄死。所以你决定趁着四师兄还活着，继续从他嘴里套话。模拟开始，你直接跑到隔壁，威胁起了四师兄。周成风还是一如既往的惊讶，你趁机向他追问师尊体内到底有什么隐患。周成风沉默了片刻，终于给出了答案。苏清霜被魔气侵染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丧失理智，这种魔气类似于一种令人上瘾的邪毒。至于如何根治，他也说不清楚，或许三师姐那边会有答案。于是你趁着周成风去告密的间隙，跑到隔壁的隔壁找到了三师姐，询问师尊的情况。柳如烟对此很是惊讶，但听说是周成风说漏嘴的，顿时生出一股不忍之意。不过他还是告诉了你解决的办法。和拥有纯道之体的男修进行双修，方可将魔气印痕彻底剔除干净。只不过拥有纯道之体的人万里无一。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后，你主动结束了模拟，获得事件碎片变态宗主的黑手。
这个信息实在太重要了。原来师尊和宗主之间还有这么一层因果，难怪两封弟子之间如此冷漠。原来宗主和长老之间本就积怨已深。苏清霜的性格你已经摸了个七七八八，她是个手段很绝的女人，做事从不拖泥带水。正常关系闹到这种地步，她绝对会和宗主撕破脸皮，而宗主却掌握了炼制噬魂丹的方法，以此来拿捏住了苏清霜。所以你现在的主动权就在于帮师尊解决体内的魔气印痕，将其彻底剔除，这样师尊才有和宗主硬刚的资本。不然就算你觉醒了再逆天的体质，也不过是沦为别人的养料。你认真思索着，口中喃喃念叨：纯道之体，这种体质你从来没有听过，三师姐也没有解释清楚。你忽然把目光放到了最末尾的那条事件碎片上，我是圣体还是仙体？你发现每次模拟觉醒的体质都不一样，而且一直在变化。也就是说，下一次模拟要是直接觉醒出一个纯道之体，一切不就迎刃而解了？念及此，你直接开始了模拟。你如法炮制，再次和师尊一起来到了玄灵池，但这一次你能感觉到身体正在飞速蜕变，只不过蜕变的时间比之前长了许多。天色渐晚，等候在殿外的师尊二人开始变得疑惑，正觉得你可能受不住洗涤，死在了里面时，一道七彩斑斓的光柱冲天而起。苏清霜和沈若晴脸色大变，立马推门而入，看到了从玄灵池中走出的你。饶是见多识广的苏清霜，乍一眼都没看出你的体质是什么。就在此时，一道身影出现在门口，宗主的目光从惊疑转变为炙热，兴奋道：这是浑元无极仙体，真是天助本尊！宗主迫不及待的要将你举起。苏清霜脸色骤然阴沉，一个抬手就将你夺了过来，冷冷道：宗主，这是我的徒儿。两人依旧说着和上次如出一辙的话，但当你听到宗主拿噬魂丹说事的时候，心脏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，而苏清霜却深深看了你一眼，你隐约从他目光中捕捉到了一股觊觎之色。宗主，少拿噬魂丹来压我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他这也算是纯道之体吧？有了纯道之体，本尊体内的毒就不算问题。我的徒儿，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，就算炼制成炉鼎，也不可能给你。撂下这句话后，苏清霜直接掳走了你。你感觉脑袋像是被人猛敲了一下，又晕又难受。就在你犹豫要不要结束模拟时，耳边却隐约传来苏清霜和沈若晴的对话。从对话中，你得知了苏清霜当初为什么要收你为徒。最开始，他是打算把你当做一个普通的药罐子来培养，最后将你炼制成炉鼎。可现在，最后的话你还没来得及听完，意识就彻底消散了。模拟结束，你深呼一口气，心中直呼完蛋。要知道，炉鼎和双修之间可是有着本质的区别，一旦被炼制成炉鼎，就和行尸走肉没有任何差别。想了半天，你也只好把让师尊不把自己炼成傀儡炉鼎放在第一位，而且你打算在这个事件上多模拟几次，直到找出最优解为止。你再次换出系统页面，查看碎片结算，获得事件碎片：一、我是圣体还是仙体；2、师尊的信任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事件，我是圣体还是仙体？你可从以下选项中挑选一项作为奖励：一、单次模拟过程中200%反馈修为；2、单次模拟过程中可保留一项获得性奖励；3、模拟过程中个人形象得到质变。你看着这3个选项，乍一看除了第2个，一个有用的都没有，而且第2个选项还有些古怪，让人捉摸不透。思来想去，你还是选择了第2个。随后你感到身体内涌入了一股神秘力量，你抬头看了眼天空，时候不早了，也该送周师兄上路了。你轻车熟路地走向栖霞殿，将关于奸细的事着重发表了一番自己的看法，最终还是获得了师尊的支持。哈哈哈，没有一个环节出错，师尊还是那个师尊，师姐也还是那些师姐。你很快返回房舍，打断正在努力练剑的周成风。这次你的话更加直白，连演都不演了，开口便道：周师兄，这里的秘密我都知道了，你就是个出卖同门的小人。周成风看着面前的你一阵错愕，反应了好半天才冷冷道：师弟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得了死癌症吗？有些话不能乱讲，不然会害死你的。是吗？会害死我？所以你现在就想着向师尊告密，然后彻底堵上我的嘴，来彰显你更加听话懂事。你站在原地冷笑。经过这几次模拟，你已经清晰地看出了周成风在宗门内的定位。他表面上是个老好人，背地里却是个出卖同门的笑面虎。师尊需要用药，或许用药才是导致杀人的根源，但药只能从不听话的弟子身上取。可如果所有人都听话，刀又会落在谁头上呢？于是就有了周成风这个笑面虎，一边说着为你好的话，一边谄媚献殷勤，以出卖同门性命为代价，来证明自己是个懂事听话的弟子。殊不知在苏清霜眼中，一旦出现一个更加听话懂事的弟子，他的下场就和之前消失的那些人一模一样。周成风被你的话说得毛骨悚然，甩手便朝栖霞殿方向跑去。片刻功夫不到，苏清霜和沈若晴赶来，只见苏清霜手里提着周成风的脑袋，看向你道：远儿做得不错，今年
玄灵池洗涤血脉的名额就给你吧。等师尊二人走后，你看着地上周成风的头颅，感慨道：“四师兄，永别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之前师尊对你的那份信任，就由我来接管，哪怕只增加一点希望，我也不想被做成炉鼎。”3日后，你依旧拉着师尊去觉醒血脉，依旧觉醒了浑元无极仙体，依旧被宗主和师尊争抢。然而模拟中的师尊明显气势更足，但现实里却是宗主更加盛气凌人。你顿时心里发慌，这个节骨眼上，苏清霜可千万不能怂。见状，你决定给苏清霜打一针强心剂。你义正辞严地开口：“宗主大人，我身为碧落宗弟子，您却不由分说要置我于死地。但我的师尊是苏清霜，就算是死，也得死在师尊手里。你没资格杀我。”话锋一转，你又看向苏清霜：“师尊，您若是有难言之隐的话，就将徒儿献出去吧。”此话一出，沈若晴连忙拉了拉你的胳膊，低声道：“不可妄言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”师姐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当初是师尊把我捡回落下峰的，没有他老人家，我恐怕早就饿死在外面了。苏清霜明显被你的话所触动，他本就打算硬刚宗主，再被你这么一打气，更不可能退让了。宗主，我家远儿说的对，从把他带到宗门那天起，我就将他视如己出，悉心培养。宗主看苏清霜态度如此强硬，愤愤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千万别让我看到你把他练成炉鼎！”说完便拂袖离去。你心中庆幸，终于过了这一关。可还没等你走出2步，眼前猛地一黑，整个人便倒了下去。师尊，您的毒终于有办法解了。沈若晴一脸欣喜：“不急，他现在修为太低了，就算做成炉鼎效果也不好。等他修炼一段时日再说。而且现在正好可以试探一下他。”时间一晃，你已经突破到了炼气5重，该进行模拟了。模拟开始，你直奔栖霞殿。苏清霜感知到你的到来，一边打量着你，感受你境界的变化，一边询问你为何前来。你拱手作揖：“感谢师尊在觉醒时强制让弟子休息，保护了弟子的肉身。”远儿，既然你主动找来，想必为师和宗主之间的对话，你应该明白是什么意思吧？为师被魔气所伤，需要借助纯道之体才能恢复。苏清霜缓缓向你走来时，你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保持镇定道：“弟子明白，所以师尊需要徒儿怎么做？”很简单，为师需要把你炼制成炉鼎，每日吸炼你的体质精华和寿元，最终将内毒全部消除。他顿了顿，语气变得冰冷而邪性：“所以远儿，你是愿意牺牲自己来成全为师的吧？毕竟你说过，愿意为师尊牺牲自己。”听到这番话，你忍不住后退了一步。“师尊，不至于吧？这哪是炉鼎啊！”逆徒，你果然说的都是违心之话。苏清霜态度骤然一变，将你举了起来。你在即将被杀死之前，及时结束了模拟，获得事件碎片。师尊的考验上来就这么直接的吗？这一套下来，汉尼拔来了都得叫你一声前辈。经过这次模拟，你也大致摸清了苏清霜的套路，就是在吓唬你。只要你前后言行一致，应该就能过关。你再次开始模拟，再度来到栖霞殿。这回你没给他先发言的机会，反倒先说了一句看似莫名其妙的话：“师尊，我都知道了。”苏清霜一愣：“你知道了什么？”那日宗主与师尊您之间的对峙，弟子听得一清二楚。原来师尊您体内还有隐疾，而且只有纯道之体才能根治。弟子觉醒的仙体，想必能够解师尊的困扰。苏清霜没想到你会主动说出这番话，嘴角含笑：“远儿，你说的不错。纯道之体确实是最佳的解药，所以你愿意助为师解毒吗？”弟子正是为此而来，我不帮师尊，谁帮师尊？你义正辞严地开口：“不愧是为师的好徒啊！但你可知要如何帮我？”不知道。苏清霜便开始了他的恐吓言论，再次询问你是否愿意牺牲自己。你深吸一口气，表情从惊愕逐渐转变为坚定，开口道：“徒儿愿意。”苏清霜本以为你被吓住了，杀心刚起，没想到你竟然突然变了脸色。他右手一伸，一柄短刃凭空出现，抬手丢给了你。既然如此，你自己把眼睛弯了吧。你接吻刀子，心中可以肯定这又是试探的一环。如果自己犹豫不决，就会被判定为表里不一。所以你猛然抬起短刃，就朝自己的眸子刺去。就在刀尖距离瞳孔只有 0.01 公分的时候，刀子骤然落地，你心脏砰砰直跳，暗自庆幸赌对了的同时，立马切换成一副老戏骨的做派，眸中恰到好处的充斥着3分震惊、3分疑惑和1分如释重负。师尊，您这是……苏清霜刚才还温善的脸庞变得冷清了不少，他摆了摆手。罢了，
你的会员无极体刚刚觉醒，眼睛未必能达到最佳的入药状态，还是再养养吧。面对师尊这句心口不一的话，你嘴角微微上扬。弟子明白了，只要师尊需要，一句话即可。你在苏清霜复杂的目光中退下，出去之后，你打算先去找三师姐。走进炼丹房时，柳如烟对你的到来颇为意外，同时也在默默打量着你，因为她已经从大师姐口中听说了你觉醒仙体之事。拥有仙体，未来注定能攀上第一天阙，位列仙人境的存在。如果能把师弟炼制成仙炉，到顶使用的话，柳如烟目光呆滞了片刻，脑海中不由自主升起一股歪念。师姐，你怎么了？你在柳如烟面前摆了摆手，终于让她回过神来。没什么，就是突然想到了一些事。对了，你还没说找师姐做什么呢？师姐，我正忙着炼丹，可没工夫陪你闲聊。师姐，师弟现在很好奇，师尊体内的毒到底是怎么搞的？你难道没有问师尊吗？柳如烟诧异道：“你找了个自以为还不错的理由搪塞过去。”一番思索后，柳如烟决定将真相告诉你。既然你未来也要替师尊解毒，这个秘密藏着也没多大用处。随着三师姐的讲述，你终于弄清了来龙去脉。师尊体内的魔气侵扰，根源就在宗主身上。在一次宗门任务中，碧落宗宗主与各位长老南下，参加了一个类似于宗门交流会的活动。结果回来的路上被魔宗盯上，因为宗主的刚巧自用，不听苏清霜等长老的建议，最终陷入了包围，3位长老皆被魔气重创。然而作为罪魁祸首的宗主却毫无损，也自从那以后，宗主会时不时送来一枚噬魂丹，或者送几名弟子过来，这几乎和你料想的8、9不离十。宗主和长老之间的矛盾根源就在此。不过你很敏锐地捕捉到了送弟子这个关键词，送噬魂丹可以理解，但送弟子是怎么一回事？师姐，你说的送弟子，我想问一下，赵元朗和周成风2位师兄，他们是从天书峰来的吗？你语气犀利道。柳如烟深深看了你一眼，嘴角微微上扬。不错，他们都是天书峰过来的，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。师弟，你是不是猜到了什么？跟师姐说说呗。你咽了咽口水，既然要真诚，那就真诚到底。不过得给自己找一个合理的开脱理由。你伸手指着一旁的黑罐子，肯定道：如果我没猜错，那罐子里装的就是2位师兄的心脏吧？埋葬赵元朗师兄的时候，周成风师兄不小心说漏了嘴，但我不知道的是，心脏是留给师尊炼制压抑体内之毒的原料。柳如烟心中暗暗惊讶，很实诚嘛。师弟，你竟然知道这么多，看来是师姐平日里对你关注少了。师姐，我有些不解，师兄们的心脏为何是黑色的？你虽然知道心黑不代表是坏人，而是代表被侵染，但这些话必须要从三师姐口中亲口说出来。呵呵，师弟，他们的心是黑的，你的心是不是黑的呢？柳如烟手中突然举起了一把刀，面对三师姐的骤然举动，你大吃一惊，强压心中不安道：三师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师弟，像你这个境界的炼气小修士，本不配知晓那么多，但师姐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。看着柳如烟骤然一变的阴险笑容，你知道害怕是什么感觉了？师姐请说，师弟愿意洗耳恭听。你与柳如烟四目相对，她红唇轻启，玩味道：心黑的人不一定是坏人，但一定是不利于师尊和我们的人，这种人必须得死。师弟，你的心是不是黑色的呢？如果是黑色的话，就算你是仙体，也得死掉呢。柳如烟嘟着小嘴，语气惋惜中又带着一丝不容置疑。你感觉刀尖划破了单薄的衣物，刺入了胸前的皮肉，你直接一把握住了柳如烟的手，隐隐间竟然往她手背上施力，刀子直接刺进去了2寸。柳如烟被你疯狂的举动吓坏了，她没想过要真的杀死你，因为你对师尊而言还有解毒之用。师弟，你干什么？你不要命了，快松手！柳如烟力气呵斥，想要抽出手来，却被你死死按住。你心中万般窃喜。好啊，原来三师姐吃这一套。你死死握住柳如烟的手，一字一句道：师姐，你不是想知道我的心是不是黑的吗？我有一个办法，而且不需要真把心脏挖出来。说完，你又把刀往内插入几分。柳如烟彻底被你的举动吓傻了，你轻轻将刀抽了出来，最后竟然当着她的面用双手将胸膛前的肉缝掰开，剧烈的疼痛几乎让你当场晕厥，鲜血更是喷涌而出。柳如烟站在原地，瞪大了眸子，因为她透过肉缝之下，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颗跳动的心脏，一颗炙热的鲜红的心脏。师姐看到了吗？你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吐出这句话，便直直倒了下去。3天后，你醒了过来，你刚要坐起身，柳如烟伸出小手拍在了你的脑门上，把你按了回去。哎呦啊，我没死吗？柳如烟冷哼一声，一番抱怨之后，主动给你喂了汤药，甚至还向你道了歉，并发誓今后你们就是最亲的师姐弟。对于柳如烟的突然转变，你有些猝不及防，但从她的眼神中，你看到了信任2字。师姐，我不怨你，因为我自己也想知道自己的心
到底是不是黑色的？我怕我和师兄他们一样。远儿，你初入修仙一途，很多东西不懂。柳如烟见你揪着黑心不放，终是无奈做出了解释。有一种仙叫做异仙，异仙的显著标志就是心黑。简单来说，异仙就是被一种诡异力量侵染的异常修仙者。他们与正常修仙者外表无异，但却能将正常修仙者侵染成属于他们的傀儡。被侵染的人心也会逐渐变成黑色，而一旦被侵染之人死亡，其毕生修为就会化作养料回馈到异仙身上。你心中万分震撼，这种修仙方式和把人当狗养有什么区别？你死了，一切回馈给主人，主人再去培养新的，周而复始。柳如烟说了很多，将药罐里的汤药一勺勺喂给你，叮嘱你不要被这些话影响，但你心中仍有很多疑问。师姐，你是因为我的心脏是红色的才肯和我说这些话吗？柳如烟肯定道。是的，这也是师尊的意思。我可以明确告诉你，我们都是正常的修仙者，今日你我之间的对话必须保密，绝不能让外人知道。你表示理解，还想继续追问些什么？柳如烟直接打断了你，让你好好养伤，便独自离开了。你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，陷入了沉思。事件推进到这个地步，你才算是真正见识到修仙世界的冰山一角。按照三师姐的说法，异仙可以是任何人，正道之中有异仙，魔道之中也存在异仙。异仙与正常修仙者对立，会将正常修仙者变成他们的傀儡和养料，因此宗门中才会特别针对心黑之人。随着模拟次数的增多，你的记忆也越来越庞杂。你决定把最近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捋一遍。首先，苏清霜是碧落宗的长老，因为宗主的原因不慎被魔气侵染，前段时间更是中了邪毒，所以赵元朗和周成风之间必定有一个是叛徒，甚至可能两个都是，因为他们都是宗主送来的傀儡。其次，三位师姐都是苏清霜的得力战将，苏清霜对他们非常信任，因为他们三个都是他亲手带出来的，不可能被侵染。而你自证了心脏是红色的，柳如烟才会对你有如此巨大的改观。从之前模拟中他挖出你心脏后大为震惊的反应，就不难印证这一点。苏清霜等人一直以为你也是心黑之人，已经被宗主侵染了。最后有了以上结论，不难发现一个细节，苏清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你态度有所转变的？没错，正是你觉醒血脉的时候。3次觉醒，苏清霜都做了同一件事，硬刚宗主。如果你是被宗主侵染之人，觉醒在逆天的体质，最终也会变成养料回馈给宗主。苏清霜就算保下你也毫无意义，宗主也根本没必要当场就急着抽干你的血脉。但因果逻辑倒置了，宗主表现得无比狂热，急不可耐，要将你据为己有。这恰恰说明你没有被侵染成心黑之人，因此苏清霜才会做出判断，果断硬刚宗主，夺走你。你抓到了一个几乎难以捕捉的细节。我去，所以上次模拟过程中，苏清霜把我举起来也是在吓唬我，根本不是真的要杀我，而我却以为触怒了他，直接草草结束了模拟。你躺在床上释然一笑，终于有了苦尽甘来的感觉，所以接下来的敌人只有一个，宗主。他觊觎你的仙体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你躺在床上休息了一整夜，翌日清晨，你被叫到了栖霞殿。由于昨夜苏清霜体内的魔气烙印有所异动，如果在今晚之前不加以压制，恐怕会再度爆发。你毅然决然同意了师尊的剃毒请求。回到自己的院子后，你利用这段时间一直修炼，你发现自己的修炼速度依然快得异常。最令你惊讶的是，体内竟没有留下任何药力残渣。你推测自己的混元无极仙体似乎拥有极为强大的吞炼能力。深夜，你来到栖霞殿，在闺阁之中，你见到了苏清霜，她斜倚在床上，美眸轻抬。远儿，过来。你有些拘谨地走了过去。虽然在模拟里已经品尝过师尊3次出夜，但现实中你终究还是个毛头小子。远儿，为师现在感觉体内的印痕快要压制不住了，你且坐好。你按照苏清霜的吩咐盘膝坐在床上，她则缓缓从床上起身，手中的丝巾滑落，你下意识伸手接住，拿这个考验弟子。你心里嘀咕着。苏清霜突然将手掌拍在了你的天灵盖上，你眼前一黑，身体仿佛有什么东西被猛地抽走了，直接晕死过去。第二天一早你才苏醒，躺在自己的房舍内，身体有些虚弱。在经历了一遍更强的眩晕感后，你第3次前往栖霞殿，本以为这次的剃毒和前2次如出一辙，会被抽晕过去，但你万万没想到，苏清霜像是变了一个人，她的眼眸呈现猩红色，猛地朝你扑来，一口咬在了你的脖子上，眩晕感铺天盖地席卷而至。你看到一道魔影在她身后浮现，师尊妖魔化了。等大师姐等人发觉情况不对赶来的时候，你已经快被吸成了一具干尸。你没有等到师姐们将你救回来，你死了。模拟结束，获得性奖励如下：1. 炼气6重修为
2. 柳如烟赠予的补血丹。3. 偷藏师尊的丝巾。你脑袋上浮现一排问号。获得性奖励是指模拟过程中得到的东西，这个倒很好理解。但你什么时候偷藏丝巾了？诽谤，纯的诽谤。获得性奖励3选1，你直接选择了修为。话落，你体内真气翻涌了片刻，随后躁动平息，周身灵力波动，直接跃升至炼气6重。获得事件碎片1，并交3师姐的救赎。2，师尊的信任。3，消失的师兄。事件集齐了，你连忙进入事件任务栏进行解锁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事件消失的师兄，你可从以下选项中挑选一项作为奖励。1，周围人对你的友好度提升22%。2，模拟过程中修炼速度提升2倍。3，模拟回溯。4，美男计。好家伙，这次竟然来了个4选1，连美男计都整出来了。你乍一看，目光落在了字最多的第3个选项上，很明显。关于模拟本身的特殊能力，优先级永远是最高的，其余选项顶多算锦上添花。你果断选择了模拟回溯，选完之后，你心中美滋滋的，又看了看任务栏中变态宗主的黑手那一栏，发出了嗯的一声。如今已经来到4/5，马上就要完成了。现在可以确定，宗主就是个异仙。难道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控制苏清霜？你沉下心来，眉宇间浮现一丝愁容。你在思索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被苏清霜杀死。他最后魔化，像是发了疯似的，几乎吸干了你的血脉，救都救不回来的那种。按道理，你给苏清霜剃毒，他的状况应该越来越好才对。从最后大师姐等人的反应来看，他们显然也没料到师尊会突然失控，而且前2次都没事，怎么就偏偏最后一次出了问题？为了防止被师尊吸干，你决定继续模拟，和上次模拟一样的流程。柳如烟在照顾受伤的你，这次你没有追问关于宗主的事，而是把问题转到了师尊身上。从柳如烟口中你得知，剃毒需要分3个步骤进行。第1步，利用本源之力将魔气印痕外层封印。第2步，正式吸收魔气烙印。第3步，清除被魔气印痕长期腐蚀的肉躯，如此才算正式完成。听着与上次模拟中一样的话，你眉头紧锁，试探道：师姐，我是说假如已经到了第3步，清除腐肉，要是师尊突然出现了封魔状态怎么办？柳如烟愣了一下，疑惑道：师弟，你这假如可不成立。第2阶段，魔气烙印就被清理干净了，怎么可能会突然魔化？你笑了笑，扯了个理由。我这不是担心吗？总得想些突发情况，要是真发生了怎么办？柳如烟是炼丹师，这个问题对他而言并不难。他思索片刻后缓缓道：师弟，若真出现这种情况，只能说明第2步剃毒过程出了问题，要么是剃毒不成功有残留，要么就是其他力量在暗中作祟。3师姐走后，你陷入了迷茫。剃毒不成功有残留，这不可能啊！苏清霜还能蠢到连体内的毒弄没弄干净都不知道？你心中万般怀疑，决定在给苏清霜解毒的时候亲自进行探查。第2晚来到栖霞殿后的闺阁，苏清霜示意你坐下，不过你却摇头拒绝。师尊，既然是需要弟子助您剃毒，可否让弟子占据主动？你占据主动？师尊，您想想看，您需要抽取弟子的仙体本源，为什么不能让弟子主动将本源输送给您，您自己炼化呢？可是远儿，你懂怎么输送本源吗？苏清霜疑惑道。你面色拘谨。会一点。苏清霜一番思索，还是决定让你试试看。你坐到了床上，苏清霜在你面前坐定，缓缓抬起右手，你顺势抬起左手，掌心相对，你运转体内真气，将仙体本源向对方过渡。弱者给强者输送本源，相当于逆流而上，效率极低。苏清霜眉头微皱，显然有些不满。然而在本源交互的过程中，他的身体就如同你自己的身体一般，能够被你探查感知。你看到了他胸口偏左位置的黑色印痕，已经蔓延到血肉和经脉之中，被一股力量封存着。苏清霜最后有些不耐烦了，开口道：远儿，你的境界太低了，还是让为师来吧。你突然眼前一黑，又被抽晕了过去。休息3天后，你按照师尊的吩咐进行第2次剃毒。你恳求苏清霜给你一点时间，苏清霜无奈同意。一番探查后，你发觉经过上次剃毒之后，印痕明显颜色变淡了不少。不过令你意外的是，印痕在被剔除的过程中，附近的经脉竟然鼓动了一下，伴随着微弱的蠕动声。难道是蛊虫？你正准备开口，不料苏清霜又有些不耐烦了，主动发力，一把将你抽晕了过去。第3日醒来，你的身体虚弱到了极致，你顾不上自己，连忙找到了大师姐。师姐，你必须带我去见师尊啊，否则师尊有危险。你惊慌失措的样子不像是在开玩笑。沈若晴最终还是咬了咬牙，和你一起赶往了栖霞殿。远儿、晴儿，你们2个到底有什么事？就不能等为师出关再说吗？你顾不上身体的虚弱，连忙将自己的发现一股脑的说了出来，并猜测是因为服用了赵元朗炼制的丹药所导致的。苏清霜神色严肃了起来。远儿，
为师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好好休息。老大，你把老三他们都叫过来。你被送回了自己的房舍，心中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休息了2天，期间你一直找不到师姐们的身影，直到第3天清晨，大师姐找到了你，带着你一同去面见苏清霜。远儿，这次你真是立了大功，为师体内果然有虫子，而且还是噬心虫。噬心虫？你在一旁发愣。柳如烟出言解释道：噬心虫是蛊虫中的一种，吸附在修士的经脉内，会一点点向心脉靠拢，一旦得逞，便会寄生于心房之中，彻底让人魔化。说的再简单一点，如果师尊心脉附近的魔气印痕被剔除，噬心虫就能趁虚而入爬过去。闻言，你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。果然是蛊虫，所以说魔气印痕造成的创伤堵塞了心脉通道，反倒挡住了噬心虫的去路。这就能解释为什么第3次剔毒时，苏清霜会突然魔性大发。所以师尊，现在噬心虫解决了吗？面对你的追问，苏清霜微微摇头。噬心虫已经深入心脉，无法用药物杀死。就算强行弄死，也会自损800。也就是说，为师现在只能利用心脉附近残留的腐肉，与噬心虫维持一种平衡。难道一点解决办法都没有？你忍不住道。柳如烟神色凝重，开口道：办法只有一种，以蛊攻蛊，将其逼出来。难点在于噬心虫的天敌目前只有双子禽蛊，但这需要2人配合。双子禽蛊也就是2只子禽虫分别植入一对男女体内，因为子禽虫作为寄生体，会希望另一半也移居到自己这边，所以他们会在各自宿主体内培育可供生存的环境。一旦发现有其他异虫存在，就会将其视为入侵者进行攻击，将其杀死。不过这里有一个前提。柳如烟顿了顿，移植双子禽蛊可不是男女双方随便吞个虫子那么简单，2人必须是道侣，且必须在双修状态下才能进行。此外还有个风险，一旦紫禽虫在其中一方体内扎根，没有及时将其清除出去，它的危险性丝毫不比噬心虫弱。你微微一愣，有所期待的开口：落霞峰现在就我一个难修，我可以啊。师弟，你没听明白重点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师姐我不知道该如何将双子禽蛊从体内剔除。如果不剔除，跟养一只新蛊有什么区别？听到这话，你笑了。师尊、师姐，你们似乎忘了，我是仙体，实不相瞒，我的体质可以炼化一切杂质，蛊虫也能直接当做养料炼化掉。师尊，我太想救您了，我太想进步了。苏清霜眉梢微蹙，脸颊浮现些许红晕，带着几分抗拒。双子禽蛊的确是蛊医中常见的一种祛病手段，但现在落霞峰只有你一个难修，难道他要和自己的徒儿双修不成？沈若晴看着你，目光也有些复杂，试探着问道：师弟，你的意思是紫禽蛊在你体内，你可以免疫它带来的负面伤害？你补充道：不是免疫负面伤害，而是根本就不会有伤害。我这几天已经对自己的体质有了很深的了解，否则也不会察觉出师尊体内的异样。最终，苏清霜还是有些动摇了。你的相貌还算不错，在男修里也算是非常耐看的存在。最重要的是，仙体双修能带来的增益效果是寻常体质无法比拟的。苏清霜并不会吃亏。至于甄姐，现在命都快没了，总得有所取舍。如果噬心虫进入心房，她这100余年的修行可就彻底毁了，弄不好还会沦为别人的嫁衣。世道运行，为师恐怕也只有这一条路了。苏清霜目光坚定了下来，缓缓看向你。远儿，你的境界太低，就算仙体能够吞炼虫蛊，也有潜在风险，因为你我境界差距过大，一旦阴阳失衡，你可能会爆体而亡。你还愿意吗？你自然明白境界差距这么大进行双修的风险，但这种增进师徒关系的宝贵机会，是这种救命的宝贵机会。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。在一切准备妥当后，你来到了栖霞殿后的闺阁。远儿，闭眼。为师不让你睁眼，就不准睁开，懂吗？苏清霜语气冰冷，你只能像小鸡啄米一样点头。你坐在床的边缘，听着苏清霜宽衣的声响，忍不住偷偷睁开了一道眼缝。一瞬间，你整个人僵住了，因为苏清霜的眼眸已经完全猩红。下一秒，她像是发了疯一般，直接朝你扑了过来，一口咬在了你的脖子上。这时你才猛然发觉，面前之人根本就不是苏清霜，而是一个身材与她相似的家伙。情急之下，你直接启动了模拟回溯，你将时间节点选在了前往栖霞殿之前。你站在自己房间里，大口喘着粗气，心中万分震惊。怎么回事？那不是苏清霜，她的脸更像是宗主。你一脸蒙圈地站在原地，有点不敢直接去栖霞殿了，索性掉头去找师姐。你来到大师姐的住处，站在院外一阵呼喊。正当你以为沈若晴不在，准备离开的时候，
他出现在了你身后，看到大师姐，你急忙请求他和你一起去栖霞殿。最后沈若晴一副不耐烦的样子，跟着你去了，但他没有进闺阁，让你一个人进去。师尊依旧让你闭眼，不过你这回多了个心眼，把眼睛眯成了一道缝，将面前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。你惊愕地发现，他的眼眸正逐渐变为猩红，那沙沙声也并非宽衣解带，而是从他身体里传出来的，像是傀儡移动关节发出的声响。他朝你扑了过来，你及时闪躲，放声大喊求救。你在殿内上演了一出秦王绕柱，可等了好半天都没等到大师姐出现。在被咬死之际，你第二次进行了模拟回溯，你再次回到出发之前，站在原地回想着刚才的细节。可以确定，从一开始苏清霜就是假的。至于是不是宗主还不好说，虽然面部相似，但身体框架明显小了一圈。至于大师姐，表现的也很蹊跷，她竟然对前往栖霞殿有那么一丝不耐烦，而且在你被那个假冒之人攻击的时候，她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。这次你决定换一个人，从三师姐柳如烟入手。既然是为师尊除蛊，总得先把蛊虫拿出来吧。你来到西侧院落，站在门前一阵呼喊，房门打开了。师弟，有什么事吗？这个时辰，你应该去栖霞殿帮师尊剔毒了吧？柳如烟开口道。你满头问号，这怎么和大师姐的开场白一模一样？师姐，你忘了吗？我们得给师尊除蛊啊！你察觉到了不对劲，现在的柳如烟看上去就好像根本没有准备双子情蛊一般。你请求他跟着你一起去见师尊，来到栖霞殿后，他却执意让你一个人进去。你转过身看向他，冷笑连连。宗主大人，你还挺喜欢玩变装的，把我当傻子是吧？柳如烟的脸色骤变，面部开始扭曲，逐渐变成了宗主的模样，猩红的目光锁定你，朝你扑了过来。你心中一颤，连忙进行模拟回溯。你又回到了院子内，果然和我猜的一样，他们全都是一个人假扮的。但真正的师尊和师姐们去哪儿了？似乎只有我进入栖霞殿才会被攻击。既然是要掠夺我的本源，为什么不直接动手？为什么非得在栖霞殿里动手？你仔细感受着四周，敏锐地发觉周围的灵气似乎变得稀薄了。你猛然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被转移了，于是你决定使用最后一次模拟回溯。这一次，你将时间回溯到了与师尊等人商议结束之后。你没有回自己的院子，而是恳求大师姐收留你，让你在她的院中闭关修炼。沈若晴虽然不明白为什么，但还是同意了。你在大师姐院内炼化着灵气，渐渐的，你发觉灵气浓度开始下降。你察觉到不对劲，睁开眼后，四周环境竟然骤然暗淡下来，仿佛将你从这个世界中抽离了出去。再一睁眼，你依旧在大师姐的院子里盘膝而坐，保持着一模一样的姿态，但你无比确定自己是被莫名其妙拉走了。宗主的手段未免太逆天了些，光明正大就把你弄走了。既然是专门针对我，那我倒要看看，我不去栖霞殿，你能奈我何？你盘坐在原地，继续闭目修炼。终于，似乎是等不及了，假扮的大师姐推门而出，让你赶紧去给师尊解毒。你却以即将突破为由搪塞过去。沈若晴的脸站在原地，眉头微蹙，默默退回门内。又过了大概1刻钟，一道声音从院外响起。你睁开眼，只见二师姐双寒月站在门外朝你呼喊：师弟，你怎么还在磨蹭？你依旧拖延着时间，双寒月的脸色更加难看了。没过多久，她消失了，但又没过多久，又以柳如烟的姿态出现，呵斥道：师弟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让师尊在栖霞殿等着你吗？你坐在原地无动于衷，这回你连眼都不睁，声也不吭。对方似乎拿你毫无办法。一声冷哼后，你感觉他走了，心中刚松一口气，就听见了苏清霜的声音：远儿，你难道不想救为师了吗？你睁开眼，看向10步之外的苏清霜，终于笑了出来。你站起身道：当然救啊，你是我师尊，我岂能不救？那就走吧。慢着，为何一定要去栖霞殿呢？我看这里就挺好，反正都是自家人，被看见也没关系。放肆！逆徒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假冒的苏清霜明显有些破防了，声音都有些变了味。你也不打算再装了，直接摊牌。得了吧，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人。宗主大人，别装了，想把我骗去栖霞殿，不然没办法弄死我，对吧？苏清霜的脸色骤然阴沉，目光逐渐变得猩红，死死盯着你，却反而笑了出来，面容逐渐变换成宗主的模样，整个身躯都开始膨胀，似乎要强行将你镇杀。就在此时，一道冰冽的娇喝声传来：秦墨寒，休伤我徒，给我滚！一只大手凭空而出，一把将你提了起来，直接将你剥离了那处虚空空间。你惊魂未定，回到大师姐的院子里，紧紧拉着苏清霜的胳膊不撒手。面前的黑色空间裂痕内传来一声冷哼，便消失不见了。
活下来了。你如释重负，长长松了一口气。最后，你从师尊口中得知，宗主秦墨寒手中有一件叫做琉璃匣的空间类法器，能将人收入其中，按照施术者所想的方式演化虚假世界。而栖霞殿就是你的屠宰场，若是进入，必死无疑。此事平息之后，给师尊除蛊之事被提上了日程。这一日，柳如烟抱着一只黑罐子来到闺阁，开口道：“师尊、师弟，双子情蛊入体需要一个适应过程，可能会出现剧烈不适感，一定要忍住。等你们二人体内的不适平息后，就可以开始双修了。”柳如烟朝你坏坏的挑了挑眉，似乎在给你打气。苏清霜冷清的脸庞浮现红晕，还是开口道：“远儿，你把握不住，闭上眼睛躺着，让为师来。”你听话的躺在了床榻上，却被苏清霜用裙上的束带蒙住了眼睛。你深感无奈，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，岂能郁郁久居人下？你成功帮师尊解了毒，但也消耗掉了更多本源，晕了过去。因为昏迷时间太长，你便结束了模拟。获得性奖励如下：1. 炼气7重修为；2. 噬心虫；3. 师尊的裙带；4. 三师姐的药罐子。噬心虫这东西竟然算是获得性奖励，你有些惊讶。要知道这玩意儿，就连苏清霜这位元婴期的强者都难以察觉，而且还极难根除，足以见其霸道之处。我选噬心虫。定，恭喜宿主获得噬心虫一只，附赠古诗《我的奋斗》。一道青光闪过，紧接着一只小小的青色虫子落在了你的手掌心里，同时脑海中也浮现出关于古诗《我的奋斗》的内容。落魄孤中，寒风吹。等等，这怎么有点不对劲？难道是某位仙尊的奋斗传奇？但也不必在意。现在最令你感到振奋的是，这部功法并不需要你额外修炼，而是直接赠予经验。你脸上浮现满意笑容，念了一段口诀后，噬心虫便顺着你的耳朵爬了进去。现在看看事件碎片有什么吧。你抬眸再次看向系统面板，获得事件碎片：1. 师尊的信任；2. 病娇三师姐的救赎；3. 大师姐的温柔；4. 师尊的考验；5. 师尊的初夜。看到马上就要集齐的初夜，你有点好奇集齐之后能获得什么奖励。你站在原地深吸一口气，现在该照着模拟的路线走了。一切按部就班，最后依旧在师尊复杂的目光中离开。就在你离开不久，大师姐沈若晴从殿后走出。晴儿，你怎么看？师尊，我觉得远儿师弟蛮真诚的，不像是个心眼子多的人。是啊，为师也有些惊讶，他竟然真的愿意为我去死。如果我不拦的话，他一定会把眼睛剜出来。所以师尊，您还要继续试探考验吗？苏清霜有些犹豫不决。其实到了这个节骨眼，他想试探也不知道该怎么试探了。师徒二人也没有在这个话题上继续深究，转而聊到了宗主。师尊，我觉得咱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。宗主屡屡加害于您，岂能次次忍让？为师现在体内还被魔毒所侵扰，和秦墨寒硬拼只会两败俱伤。若是魔宗来犯，岂不是都要被生擒了去？苏清霜现在不脱离碧落宗，是因为外面还有外敌虎视眈眈，环境也是危机四伏。就在二人说话之际，沈若晴身上的传音石突然响起，柳如烟焦急的声音传来：“不好了，师姐，师弟受伤晕死过去了。”苏清霜二人赶到时，柳如烟正在给晕过去的你处理胸前的伤口。看到两人到来，柳如烟神色有些慌张，又格外兴奋。师尊、师姐，你们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？红的，师弟的心脏是红的，他是正常的修士，没有任何被侵染的迹象。闻言，苏清霜瞳孔微缩，此话当真？师尊还能骗您吗？师弟跑过来问我，为什么周成风他们的心脏是黑色的，我把事情告诉了他，然后吓唬吓唬他，问他心脏是不是黑的，结果他像是受了什么刺激一般，不由分说抢过我的刀，把胸膛划开给我看。其实为师在出手把他救下来的时候，就笃定他没有被宗主侵染，不然秦墨寒没有必要当场抢人。苏清霜沉吟道：“既然这样，接下来的试探就没有必要了。”苏清霜看了你一眼，淡淡道：“老三，既然是因你而起，便由你好生照顾他，直到他醒来。”等你醒过来之后，一切依旧是一样的流程。很快，柳如烟便带着双子琴果来找你。路上，她跟你说了很多注意事项，又因为你懂些医术，三师姐额外告诉了你一些模拟中没有出现过的信息。师尊是在围剿幽冥宗时受的伤，宗主所养的噬心虫背后，肯定有一个名为朽骨宗的势力在帮他。来到师尊房间后，柳如烟取出一枚黑色的小虫，手中凝聚出一团白雾，将其托起，递到了你嘴边，让你吃下去。你没有犹豫，张开嘴直接吞了。苏清霜同时照做。柳如烟临走前，依旧朝你投来一个坏坏的眼神。苏清霜轻轻打了个响指，整间闺阁顿时暗了下来。如果你能看到他脸上的纠结神色，就会知道这对他而言，终究是为了自保不得不做的事。远儿，你把握不住，闭上眼睛躺好，让为师来。